男孩在湖边的泥地里挖了2个坑，放进去几个混合着蚯蚓的泥球，凭借着这2处陷阱抓到了不少鱼。随着新一天的到来，自强一早就在地里用柴刀刨着地，挖出来大蚯蚓放到袋子中，看样子今天又要去搞鱼了。看了眼袋中的数量，感觉应该是够用了。来到小屋前，把门用竹筒抵住，虽防不住人，但多少能阻止溜达的野兽进入。就这么带着柴刀和这袋蚯蚓离开了家。这几天湖里的水位已是愈发的低，原本是湖底的位置都快变成了草地，这对于湖里的鱼来说其实并不友好，意味着它们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小了。自强来到水边，挑了一片满是淤泥的湖滩，在开始干活之前，他先脱掉了厚外套，挂在了一旁的枯树枝上，准备大干一场的自强。在靠近水边的位置随手画了个圈，抡起柴刀向下展开了挖掘，挖松以后再用手把里面的泥巴掏出来丢到一边。今天的捕鱼方法和以往的都不一样，既没有带渔网鱼钩，也没有去砍竹子来制作陷阱，只是简单的在地上挖了深坑。至于要怎么才能抓到鱼呢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这时的深度已经低于湖面的水位线，渗出的水填满了坑底。自强为这个坑和湖水之间规划了一条通道，沿着这条线继续挖起了里面的泥巴，直到湖水能流到坑里为止。其原理就是吸引鱼儿游进这个狭窄的通道，进到里面后出口本来就小，而且又是在高位处，一般的鱼怕是出不去了。不远处就有一个相同的陷阱，里面还有一条死鱼，应该是前几天村里人留下的杰作。同样的方法在附近又挖出来一个后，自强直接把抓来的蚯蚓倒在泥巴上，抓起一把团进了泥土中。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些饵料，他还用柴刀细细地将其剁碎，这样一来能更好地激发出腥味，聚拢起更多泥巴，挑出一小块揉搓成一个个土丸子。一个坑里分别丢了2块进去，有了泥巴的包裹，不至于这些饵被闯进来的鱼一下子吃完。总之是为了能吸引到更多的鱼。不过这还没有完，他跑到了不远处的树丛里，弄了一些绿叶回来，覆盖在了坑上，可以让进来的鱼产生一种这里很安全的错觉。现在才算大功告成。自强就着湖水洗干净了劳苦功高的柴刀，接着把手臂上的泥垢洗去，穿回放在一旁的衣服，准备回家等明日再来看看。第二天一早，自强就背着背篓出现在了这里，来到坑前往里面看去。浑浊的水加上树叶的遮挡，现在还看不出来有没有鱼。不过为了稳妥起见，他还是挽起了袖子，拿起一旁的泥巴将出去的通道给堵上，封好了两边的出口，伸进去手摸了摸，不错，果然是有鱼的。于是他卸下了背篓，拿出网兜，准备开始收获，随手一捞就收起一条。看样子里面的鱼不少啊，多的都有些缺氧了，冒出头来呼吸。自强也看不清水下的情况，只能使出自己颇为熟练的一招浑水摸鱼。你还别说，没几下就能捞上来一条，而且都是这种不算小的黑鱼。真是发财了，短短的时间已经摸了6、7条，水底下还有，也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水坑里如何装得下这么多鱼的，属实有点离谱。抓完了里面最后一条鱼，提起来一看，已经有小半袋。这还是一个坑的收获。来到第2个坑，自强从背篓里拿出了新买的台秤秤盘，当做舀水的勺子。坑里的黄泥水被一勺勺地泼了出去，直到只剩下小半。现在抓起来就要方便许多。这些鱼普遍在里面待了有1夜，看上去都已经无精打采，
任由自强抓住放到袋子里，翻开树叶，底下还藏着好多，干脆把树叶拿去，逮住鱼尾巴就往里面塞。足足抓了有7、8条，总算是没有了。洗去袋子和鱼上的泥水，先把背篓里的东西拿出来，再把这袋沉重的鱼放了进去，重新挖开拦在缺口上的泥巴。也许过几天还能过来看看，毕竟这里离家挺近的。接下来他要马上赶到村子里，趁着这些鱼还新鲜，赶紧卖掉，来到老地方。随着最近卖货次数增加，自强下了本钱买了个台秤，以前都是随顾客差不多看着给，这一下有了秤，以后大家按斤两来就行了。倒出了这满网兜的鱼，先把这个秤归零调准，缺斤少两的事他可不干。刚整理好坐下没多少时间，一位大哥就瞧上了他的鱼，多了一道上秤的步骤，又要招呼别人的问价，还要算称出来的鱼多少钱，他差点没忙过来。即使现在是按斤卖，他也算卖得便宜，所以来买的村民大多一下买走好几斤。不过大家都很好，没有出现斤斤计较的情况。最后一位大妈更是在没足称的情况下，按照整数给了钱。自强连喊不行，打算退钱给他，大妈却把钱推了回去，说他本来就卖得便宜，给这么多是应该的。自强只好收起钱，整理起自己的东西，卖完了今天的货，是时候该回家了。这个男孩也太猛了，靠着自制的鱼叉，在一条小河里插到了好几条大鱼。照例是在一天的清晨，自强在木墩子上削了一根竹竿，提着来到门前。这里有他准备好的铁签子和橡胶条，只见自强先把铁签均匀地布置在竹竿四周，这些签子已是锈迹斑斑，除了被磨得橙光瓦亮的端头看起来非常锋利，接着就可以用橡胶条绑紧，一圈圈的缠绕。由于橡胶条本身带有的弹性，只要在缠的时候用力抽紧，效果比布条或者铁丝都要好。拿起来试了试，果然很牢固。先放在一边，来到屋内，换上胶鞋，带上网兜，就准备出发去插鱼了。等他再次出现，已是来到一段小河湾前，上来就看到一条鱼，可惜没有插到。于是自强挽起裤脚，准备下到水里去找鱼，沿着河道一路往上，穿过茂密的茅草地，终于是看到了一条大鱼在水里悠闲地游着，小心地靠上前去，生怕动作大了会惊走这条大鱼，瞅准了机会，一竿子甩了出去。可能是太激动了，第一下并没有插到，还好这条大鱼仍在附近，继续又试了一次，依旧是没有插到。看样子在这种开放的水域里想要插到确实有点难度，这下是彻底跑了个没影。自强重新调整好铁签的角度，鱼儿这时躲在了自认为安全的草堆里。等到自强转过身来，不出所料地发现了他，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，他投出了鱼叉，观察了一下，确认是插到了，这才跑进去把鱼捞了出来。真的是好大一条，拔掉叉子收入网兜之中。经历了这番战斗，钢钎已经变得歪七扭八，不得不用手给它箍得更紧密一些，肩上还挂着的鱼鳞，像是在彰显着他的战绩，看看还有哪条鱼会遭殃。寻觅了一阵，又在岸边的草堆里发现了一条，一竿子下去，鱼没插到，而且跑得没了影，在这耗着，还不如赶紧去找下一条。这不，马上又在岸边看到条新的，这回倒是给他一击得逞，拿起来是一条不大的鲶鱼，但也好过没有，先放到背篓中。这些鱼没事干的时候，总喜欢躲在岸边的水草底下，只要眼睛尖，花费上一些时间，总能找到它们的踪迹。经过之前的几次投掷，自强的经验已是愈发的足，一下又插到了这条鱼，赶忙上前抓捕，但受伤的鱼使出了最后的力气，逃之夭夭。自强不甘心地追了一路，真是煮熟的鸭子飞走了。不过也没有办法，还是去找下一条受害者来的实在一些，捡回水底的杆子，刚没走2步，就看到树丛底下还藏着一条大的，这一下结结实实地砸到了鱼身上。这条大鱼还来不及反应，就直接去世。就凭这2条鱼，今天的收获已是不错。不过自强打算再去找找，看能不能继续插上一些。
一路追着这条鱼来到下游，直到看不见了为止。这里水太深，有鱼也不好插，还是返回上游再看看。依然是在这种树丛底下，自强果断出手，看里面激起的水花，应该是有插到，而且还不小。整个人扑上去按住这条鱼，为了不让它跑了，连着里面的杂物一同抱了出来。还别说，差点又让这条鱼溜了，死死地抱在怀里，丢到一旁的浅滩上，用脚压住。顺利收入袋中，有点上瘾的他继续找起了鱼，又插了一个空杆后，自强抬头望望天色，发现不知不觉已是不早，还是赶紧回去先，毕竟去街上卖掉这些鱼也是需要时间的。在岸边找了条小道，自强来到了村子里。今天的鱼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只只滚圆硕大。等了一阵子，路过的小哥看到这些鱼，眼前一亮，打算买上一条。他挑选了条看上去最大的，称了一下，足足快有4斤重。算好了价格，自强找回他多余的钱。接下来好久都没有人上前来买，等得他都望眼欲穿了。太阳最后的余晖隐没，暮色逐渐靠近。这时一位骑着摩托的大哥才停在了他的摊位前，问他买走了一条，好在最后一条没有让他多等，卖给了经常来他这买鱼的小姐姐。至此今天的任务完成，自强收起东西，趁着天还亮赶紧赶回家中。男孩在泥巴里打进去颗鸭蛋，并搓成了丸子，放到特制的瓶子中，靠着它抓到了好多泥鳅。新的一天，自强又在忙活着什么，只见他把一堆捡到的大塑料瓶沿着弯曲的边缘分成了对半，而后调转方向安进了瓶子里面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漏斗形的装置，用来抓泥鳅之类喜欢钻洞的就非常合适。由于开口是外大内小，进去以后想要出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全部切开后，自强拿出了放在灶台里烧得滚烫的铁丝，先在2层瓶子交叠的地方烫了一圈洞，这样穿进去溶出来的塑料毛刺正好可以卡住内层，使其不能轻易的脱落。接着在瓶身上也开了许多孔，这大概是为了收获的时候提起来能更快地沥干里面的水。铁丝不够烫了，就重新塞进炭火里加热一下。一口气制作了5个，自强把多余的废料丢进了灶台里，其余的收进背篓之中，顺手拿了网兜也放了进去。但他马上意识到了不对，这趟出去只是先去布置下这些瓶子陷阱，还不到收获的时候，要带也要等到下一趟了。换好鞋子，自强关好了门，来到一片芦苇茂密的河滩里，继续往前。这里是成片的低矮野草地，而且就长在溪水里，看上去就是那种泥鳅爱待的地方。于是自强从背篓里取出了一袋混合着蚯蚓的泥巴。今天他打算不单单只用蚯蚓，这个鸭蛋是他的秘密配方。磕了几下，掰开来撒进了泥巴里，随着自强的一阵揉搓，马上就见不到了鸭蛋的影子，只能从愈发浓重的腥味中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。之后他又把这些泥巴揉成了一颗颗丸子，每个瓶子里丢了几颗进去。这些泥鳅对于泥鳅来说一定相当的有吸引力。装好了所有的瓶子，自强望了眼河滩，带着背篓来到了稍远处，分开野草，露出底下的水面，把瓶子埋了进去。随着咕噜咕噜冒出一些气泡，瓶子里的空气被完全排空，稳稳地沉在了水里。自强不忘把周围的草覆圆了下，尽量让这里看上去自然一些。在边上继续放了一个后，他决定远离一些这个位置再设置陷阱。这一块地方能吸引到的泥鳅是有限的，只有广撒网才能有更好的收获。在这种不知深浅的地方行走，很容易一脚踩进水里。既然这里这么想要留住它，不如直接在这放置一个。沿着这片河滩安置好了所有的瓶子，接下来就得交给时间和运气了。
第二天，自强重新回到了这里，虽然还是一早，他已经等不及来看看收获了。取出第一个瓶子，里面果然钻进来好多，看样子昨天调的饵料非常成功。自强拧开底下的瓶盖，把里面的泥鳅一点点倒进了网兜中，空的瓶子放回到原处。虽然没有了饵料，但他记得这个位置，等下次来补上就可以了。拿起第二个瓶子一看，同样是满满当当，好一顿忙活才把泥鳅都弄了出来。前面几个瓶子都要塞满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个看上去少了好多，只有寥寥几只，不过也不能浪费，也得收起来。收完了最后一个瓶子，里面还有条小泥鳅，自强把它放回了水里，还是等长大了再来吧。提起来也有大半袋子了，这收获当真是不错。接下来还是老样子，他需要去街上尽快卖掉这些泥鳅。等他出现在村子里，已经脱去了外套，并带来了台秤，看样子是已经回过一趟家。本想就这么把泥鳅倒在塑料布上，但刚倒出来一点，他就发现不对劲。这些泥鳅普遍都还活蹦乱跳，要是没个阻拦，那不得爬得满地都是，只好先收回来。想了想，他向着边上这户人家走去，问他们借了一个脸盆出来，这回倒进里面就不需要担心泥鳅再跑出来了。只是等了一小会，开餐馆的大叔看到这些品质不错的泥鳅，立马停下来问价，得到的价格很实惠，决定买上一些。他这用量大，倒进去一半，觉得还不够，又抓了一些进去，足足装了4斤才停下。这时又来一位顾客，一看已经所剩不多，干脆全部倒走。短短时间之内就卖完了今天的货，应该是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一次了。收好了自己的东西，把脸盆还给了这户人家，今天可以早点收工回去休息了。南海挖空山坡，只为得到这几根野生山药。这天清晨，自强一早就进了山，这里是群山的外围，还能看到村民种在这的果树。大半个小时之后，他来到了大山深处，手里拿着用棕榈叶制作成的扇子。走了一路还穿着毛衣的自强早已热得不行，路边的野生木耳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不过数量有点少，还是继续往里看看能找到点什么可以卖的。等他再次出现，已经给上次挖笋用过的铲子安好了木柄，可这一圈四周连棵竹子都没有，哪里来的笋呢？爬上崎岖的山坡，来到一块稍显空旷一些的地方，终于是发现了今天的目标，几根粗大的山药藤。一般这种野生山药根都能长得特别深。自强卸下背篓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只见他先拿着柴刀，将根茎左右的杂物清理干净，接下来就可以拿出铲子，沿着山药根茎一点点凿开深埋着它的泥土。好在这里的泥土还算松软，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小坑，泥沙石块一并往山坡底下刨去。现在已经能看到半截山药的样子，别看顶上的藤条挺粗，结果长出来的山药只有细细2根，挖了这么多，叫自强放弃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挖去。也许随着深度的增加会变得更粗，怀着这样的期待，自强一挖就是大半个上午。这时已是有1人多深，翻开泥土看了下，果然没有白挖，到了底下已经变成了2根分开的巨型山药。还好之前没有放弃，就是这个工作量着实有点大。你要说自强开了半边山也不为过，搞得他满头大汗，衣服和裤子全是泥灰。不过接下来是收获时间，挖了这么久，等的就是这一刻，累不累什么的已是抛之脑后。自强并没有赶尽杀绝，在靠下的位置做好标记，算是为地面上的藤蔓留了一点根，说不定以后还能活。柴刀轻轻一插，山药就分成了段，为了方便带走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再说了，整根抠是抠不出来的，脆弱的山药一掰就断，还不如现在提前规划好长度，放在一起看起来也整洁一些。
挖完了左边这根，底下还断着一截，不过自强不打算再挖，单单一株已经有这么多，2株收完肯定能装满背篓。他沿着第2株拂去周围的泥沙，想要试试能不能一次性把它提起来。不出所料，在他的尝试中断成了2截，即使是剩下的这段，也不由得感叹真的好长。最终为了方便携带，还是要分成小块的。翘起还留在地里的最后一节，这块已经结成了一板，表面看上去全是土，但里面却是满满的山药，整齐叠放好后，自强取来了背篓，短一些的放在底下，按照各自的长度全部装进了背篓之中。这一背篓山药可是来之不易，不知道待会能卖多少钱。退下铲子的木柄丢到一边，只带回去铲子的本体就可以了。穿好肩带，自强调整好了角度，稳稳地站了起来。虽然有些重，而且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行走，但只要小心一些还是不成问题的。下了一座山，远处村子已经抬眼可见，正所谓望山跑死马。过了半个小时，自强才来到了村子里，在老地方到处挖到的山药，今天的货比较重，就没回家拿称了。对于前来问价的村民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差不多就行。顾客一波一波的来，卖的那是相当的快，主要还是这些是纯正的野生山药，而且还特别新鲜，连表面沾染着的泥都还是湿的。忙过了这阵，隔壁大妈走了过来，手里还提着1袋米送给自强。他们一家子都很关心这个小男孩，之前他儿子还特地到自强居住的小屋里探望过，看到这里还有不多的山药，打算全部买走关照一下他。既然已经收了大妈的米，怎么还好意思收钱呢？推让了一番，只收了1张，意思一下。收起这袋大米，自强带着满身的泥垢向着家里走去。